你觉得你懂男人吗？我不太懂，可能懂心理，但是我不懂身体。有很多男生都懂的特质，都藏在心里，不好意思说出来，很辛苦是吧？所以今天呢，我打算公开一些男生身体的小秘密。我不是男生的叛徒啊！我们是探索人体奥秘的中露露的正经内容啊！先关注再往下看啊！就像我谈完恋爱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女生并不是一直都是香香的呀，她有时候这个味儿，但是又很喜欢闻。仙女也是会偷懒的哈，知道吗？有男生以为女生不长毛哦，对，就是到了谈恋爱之后才知道啊，女生也长毛啊。那这不会影响他们两个关系吧？说到毛就很重要了，很多女生都会为了胸和屁股苦恼在意，而男生呢会在意自己的毛、头发和胡须，该多的地方不多，该少的地方不少。我的胡子是比较浓密的，但是我的发量真的是，所以我的意思是，女生请千万不要开男生毛发的玩笑。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的软肋，因为相比于身材来说，头发、胡须，这真的可能是像绝症一样。甚至一个男生如果剃了光头，也最好不要说他啊！天哪！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，打闹、嬉戏这一块的区域啊，我从来没有碰过。我可以啊，自己是可以的，你不行。我甚至问过一个问题：头发和我，你选什么？不会吧？选你，我可以剃光头。女生头发长能看见，你知道男生掉下来头发，我们都不知道掉了多少，这种未知有多么的恐惧、绝望的深渊一直在抓着我们的心。下一个，像情侣之间闹情绪，经常会说分手吧之类的这种话哈，而且女生会相对多一些。女生呢叫假性分手，就他们的分手只是一个表达情绪的方式，而男生如果说了分手，是不存在假性分手一说的啊。只要说了分手，脑袋里边一定会脑补出跟你分手之后的一些场景，走马灯闪过，现实拉垮，这样不行。但是女生应该就没有这个过程，直接就是脱口而出。对。终归不是好词，不要说啊。第三个开始私密一点啊，就是内裤。像小钟，他看欧美电影里边穿的是类似于那种沙滩裤的那种内裤。干嘛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裤啊，对吧？很宽松嘛。那现实生活中应该是没有男生爱穿这样的内裤的。为什么？一般来说，男生走路都比女生更快，但是如果有时候男生好像走了慢了一点，你经常这样，女生还会很激动说你走那么慢干什么啊？对啊，还会生气，我会推你。但其实那个时候呢，男生可能会有一些尴尬的情况。什么？就是走路的时候，他会贴到。他会贴在大腿上，然后很不舒服，会有那种粘连感，就很难受。对，女生有时候会整理自己肩带，就调整一下。所以这个时候不要问男生你为什么走那么慢，你就慢慢等他走上来就好了，行不行？我下次我就知道怎么说了。你是不是又粘上了？然后刚刚说那个内裤，那种内裤因为过于宽松，这种情况会更多的发生，非常痛苦。男生还有这种苦恼，我脸都红。就是小钟之前不知道，他第一次给我买的时候就买了这么一沓内裤。我觉得这种很宽松、很舒服、很透气。我又不好意思不穿，不要，以后不要买那种裤子，就买正常的那种平角、三角什么都可以。尤其你知道，男生爱穿工装裤、牛仔裤这种比较挺阔的裤子，遇到那种情况的话非常难处理。就是如果我问一下哈，如果粘上了，那我走路的时候就是迈的步子大一点，或者是甩一甩，都能缓解吗？不能，粘那么牢啊？他得这样，有这样的动作，两边还能缓解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逛街的时候，好像看到有一些男生突然横着走两步。烦死了！这种动作都缓解不了的时候，就会手插兜，从裤兜挪一挪，这是很正经的。我希望在这个时候，女生对男生有一些耐心，就像你每个月都会有大姨妈，男生在照顾你一样。有生过男生这个气的啊，赶紧点个赞，认个错啊，然后再顺着逛街讲啊。当一个女生很爱一个男生的时候，她无时无刻都会想靠近这个男生嘛，跟他有一些搂搂抱抱的举动啊。对，其实有些男生会比较拒绝，一方面是害羞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可能真的会出现难以收场的一些局面。哦，我懂了，这真的不是我们能把持住的。这个时候男生有时候会选择牛仔裤比较挺阔的嘛，硬的裤子，它就比较好掩饰这样的一种情况。但是它也是双刃剑。怎么？就是太硬了，然后可能会卡到，很痛。不是，怎么会卡到？我怎么解释这个东西？我想一想，比如说啊，男生啊朝上的时候是比较舒服、自然一些的，那有可能他变得之前是朝下的，那我们要把它朝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穿比较轻薄的裤子呢，就往上调的这个过程就比较顺畅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穿的是一条牛仔裤，特别硬啊，再往下，然后再，我
懂了，我懂了。很痛，成也挺阔，痛也挺阔。就那次在商场里面，我看到有一个男生女朋友抱着他的时候，我来演那个男生啊，好。然后那男生就很痛苦，我当时就想啊，这个男生是不是渣男呀？女朋友抱他的时候，表情怎么会那么痛苦？哦，有可能是身体上的痛苦。我服了，我就不信弹幕里面的朋友们都知道。一般遇到这种特殊情况，如果实在是当场无法处理的话，那男生就会去厕所去处理一下，再回来会比较礼貌。然后进到厕所里面也有一些用什么呀？就是男生上厕所有那个小便斗，能不在隔壁绝对不会在隔壁。哦，就中间会空一个吧？对，你觉得什么原因呢？旁边有人会尿不出来，不是，呲到你身上，是因为男生都比较争强好胜嘛。哦，会比大小，不止比大小，还会尿的时间长短。他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尿出来？我都尿完了。你们好幼稚啊！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一定是让自己看着非常的正经的样子，但事实上余光和脑子里一定是很活跃的。中了没有？小钟啊，一开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会说，哎，你这个尺寸是多少长度啊？一开始都是支支吾吾的，不好意思说。但实际上呢，每个男生对自己的尺寸绝对是非常清楚的。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量过的，并且他在成年之后并不会再成长，他一定知道。如果他不说，你就给他200。我今天是不是男人的叛徒？然后像我们在家里不是有时候会把吃完的一些汤水、火锅倒到马桶里嘛？那马桶上不是会有一些油渍啊，或者是一些食物的残渣什么的。我知道你们要干嘛，你们用尿呲掉它。要按冲水的时候，我说太浪费水了，让我来好不好？这就是你每次倒了之后不冲的原因。多环保啊！日子不是这么过的吧，哥哥？多好啊！它又是碱性的，并且还有温度，还能定位。别说我在喝水，别，我觉得你不可爱了。干什么？我在跟你坦诚，我要让你了解我。你头臭的时候，我说你什么了？头臭就可以洗啊，我还会冲一下的好不好？这个我真不知道，就是你每次倒掉不冲，我都说，哎，这个男的怎么又忘了？然后我就气愤的冲掉。对，我们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不要引起这种无谓的坏心情，不要误解啊，技能不一样。你什么技能啊？这点呲尿啊！下一个啊，每一个女生是不是剪完头发都觉得自己还挺美？但是每个男生剪完头发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挺丑，就是刚剪完的时候都会说这不能见人了。所以如果一个男生刚剪完头回来跟你说，哎，你看我这个头发今天剪得怎么样的时候，请一定要大力夸他，因为他这时候真的觉得这次剪得很好，不要吝啬你们的赞美之词。我每次都很夸你啊。我如果不说话的时候，表示我觉得一般，然后你就不要说了。而我主动说这个头发剪得怎么样的时候，请你一定要认真夸。第一条忘了吗？男生最在意的是毛。好，然后剪完头发不是要洗澡了吗？我们来讲讲洗澡那一趴的事情。你觉得男生洗澡有什么特点？我自曝一下啊，我偷看过他洗澡很多次。洗得很快吗？是我洗澡的1/3吧。对，其实男生洗澡还可以更快，应该是每个男生日常大一部分的概率是洗澡只洗有毛的地方，就是哪里有毛洗哪里。而剩下的时间呢，镜子前面欣赏自己的 What？ 你觉得你洗完澡的时候好看吗？好看，就是在雾气的衬托下，就会觉得自己哇仙女。男生也是仙男。所以你觉得男生花那个时间，他还会有至少1/3到1半的时间是在镜子面前看自己，哇，又帅了10倍。那我突然想到了一个，我认识一个男生，他洗完澡那个身上的异味跟他洗澡之前一模一样。他就真的是严格遵守只洗有毛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其他地方不脏啊？怎么不脏呢？不用沐浴液啊？会啊，就是抹一下，就没有那么刻意的，你知道，就是。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会经历，就是洗澡的时候忘带东西嘛。老让我给你拿。换洗衣物啊。如果一个女生听到你的男友在求助帮她拿内裤的话，请一定要记得拿。为什么？几乎每个男生都有过忘带内裤，这个内裤没穿多久再穿一次吧。就其实我喊你拿过3次内裤，可能我有6次没带，大概是这个情况。我不是男生的叛徒，我不是男生的叛徒啊！
再帅的男生都会。我不信王嘉尔这样，我不信 Lucas 也这样，我不信我白敬亭也能这样。他可能连袜子都不换。不会，他为了他的鞋，他会花袜子啊。那这个会啊，就是觉得不用那么勤啊，因为男生那样也不是很脏，不是很脏。你别碰我了，你今天在楼下睡觉吧，行吗？男生呢其实挺吃亏的，他不像女生的生理期这么的有规律。男生其实有时候也会心情不好，有那么一个阶段心情不好，他外表上又不会有任何的变化，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个状态，只会去苦恼因为状态不好而导致的一些失败的结果，比如说怎么游戏又打输了，怎么刚才那个报告做了一塌糊涂，刚才交那个文档里面那么多错的地方，这种失误或者小的挫折，就那个时候就无论是谁吧，我都没有心情去跟你开玩笑，跟你嬉皮笑脸，没有办法。但自己又不知道，意识不到这一点，所以男生也很看状态。就你们这个大姨夫的周期是没有规律的吗？可能有规律吧，没有人会记哦，自己都意识不到，就提不起劲儿来。反正我自己呢是会找很多的办法，比如说去运动，让多巴胺分泌一下，或者是找一些特别爽的东西看一看，假面骑士奥特曼，还有热血番，就是看完那种很爽哦。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肯愿意一起看的话，那个心情就确实是我发现，就陪你看了这个东西之后，你会特别的感动，就跟大姨妈的热水袋一样温暖。哎，说到大姨妈，你知道我听过最离谱的一句话是什么？这也憋不住嘛，不就是尿血吗？憋一会儿能怎么地？就震惊。有男生会觉得大姨妈是可以憋住的，对，他就觉得是跟我尿红的还是尿白的区别。包括我现在，你看我跟你在一起都这么久了，都结婚那么长时间了，我都不知道你的这些身体小秘密。男生的这些秘密确实是很难被分享出来，其实男生也不太愿意说，你说大吧，他也不是很大，不至于像女生那样会痛苦到请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很难被人发现。但是呢，他可能真的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经历、心情都有可能。反正我呢就是没皮没脸拿出来说，哎，我今天晚上要偷看你洗澡，就是我忘记带剃须刀的时候，用他的刮毛刀刮几根胡子。就我们用这个刮毛刀都是分部位的，那你就是刮这儿，我还嫌你 dirty 呢。啊，这还有这个问题吗？就因为你是刮腋毛刀子，我就不能刮胡子啦？我还嫌你没有5层刀片，刮起来不够顺滑，把我下巴刮破了呢。男女真的是差别太大了。这样吧，我发现问题还是很多的。如果点赞过8000的话，你们底下的问题我们就会一一回复来做一些视频。注意尺度，注意分寸，别搞那些 LSP 的东西。然后还有一个呢，其实不管对男生还是女生，有几个词吧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马上好和快乐。好，这里是陪你一起共同成长的东路上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要转发和点赞，还有评论哦。哎，你以后不会退网吗？我们下期再见吧，ciao。Like Kim in the face, like Rihanna.